这个所谓的民主峰会，其实是反民主的。1年多前，美国打着民主的旗号举办所谓领导人民主峰会，公然以意识形态划线，在世界上制造分裂，成为亵渎和践踏民主精神的一场闹剧，充分暴露了美国假民主争霸权的实质，遭到许多国家的批评和反对。美国一些人自诩为民主灯塔，但美国内的民主究竟成色几何？应该听听美国人民怎么说，也应该听听世界人民怎么说。美国导演的所谓民主大片儿，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有关调查，只有约1/5的美国人信任美国联邦政府，处于历史最低区间。65%的美国民众认为，大多数竞选公职的人只在谋求个人利益。根据德国达利亚公司与全球民主联盟共同发布的报告，只有不到50%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是民主的。全球有43%的受访者认为本国的民主受到美国的威胁。美国的民主连美国人民都取信不了，又有什么资格对别国的民主指手画脚？面对自身与日俱增的民主赤字，美国不仅没有进行反思和改进，反而变本加厉在世界上强行兜售美式民主，借推广民主之名干涉他国内政，甚至不惜挑动战争。美国在拉美推行新门罗主义，在欧亚煽动颜色革命，在西亚北非策动阿拉伯之春，给多国带来持续不断的社会混乱和民不聊生的人权灾难。这样的美式民主反面教材比比皆是。事实一再证明，美国导演的所谓民主大片儿，从来不是世界的福音，而是动荡的祸根。In China's mountain city Chongqing, residents can now hail a taxi that runs on its own. Chongqing is one of the first cities in China to open its public roads for self-driving cabs and buses. The area of more than 1.5 thousand square kilometers covering Chongqing's Yongchuan district, about 1.4 thousand kilometers of self-driving test roads have already opened, covering diverse application scenarios including the urban expressway, administrative roads, business district roads, and mountain roads. The self-driving services let citizens feel the city's intelligent welfare. Since August last year, Baidu Apollo Go first realized fully unmanned commercial mobility service in Chongqing and Wuhan. At present, Apollo has operated in 12 cities, including Beijing, Shanghai, Guangzhou, Shenzhen, and Chongqing. Among them, Wuhan, Chongqing, Beijing had opened fully autonomous commercial operation and 台湾友邦洪都拉斯总统卡斯楚14日在推特发文，表达将寻求与中共发展正式关系，称将为民谋求最大福祉。对此，前洪都拉斯驻台大使谢拉在推文反驳表示，许多人说中国是个更大的市场，但他们不一定会购买我们的产品。哥斯达黎加就是例子，洪都拉斯的产品如甜瓜、虾、咖啡等在台湾已有需求，与台湾间的经济平衡对洪都拉斯有利。谢拉也提到，若与台湾断交，超过300名在台留学的洪都拉斯青年学生奖学金将中断。2018年萨尔瓦多与台断交后，虽然获得中共承诺提供奖学金，但青年学子被迫从零开始学习，许多人别无选择，只能返国。消息传出后，洪都拉斯反对党也表态不赞成与台湾断交，并转与中共建交。Porque aquí no habla de una oficina de asuntos comerciales, habla ya de relaciones diplomáticas. Eso significa que vamos a romper relaciones de manera directa con un aliado histórico que nos ha apoyado mucho al país. Eso nos parece primero de un mal gesto con un aliado histórico como Taiwán. 洪都拉斯反对党主席国会议员赞布拉诺也担忧与台湾断交将影响与美国的关系。Romper relaciones con Taiwán es tanto afrontar de manera directa a Estados Unidos y esto nos viene a poner ya que Honduras va a ser un radar de China aquí cerca de Estados Unidos. Es peligroso porque en Estados Unidos está casi 2 millones de hondureños. 外交国防委员会立委王定宇也呼吁洪国，当欧美正重视台湾的价值，
世界主要民主国家都提升与台湾的往来关系的时候，洪都拉斯反而走向独裁共产中国，将是个不聪明的决定。新唐亚太电视黄亮简、唐吉安整理报道。北溪天然气管线是重大跨国基础设施，其爆炸事件是对全球能源市场和生态环境产生了重大负面影响。对此事开展客观、公正、专业的调查，并追究有关责任，十分必要。应当加快调查进程，迅速查明事实真相。我们注意到一些西方媒体在贺时发布美国是北溪爆炸案策划者的调查报道后，保持了非同寻常的沉默，现在却出奇一致地同步发生。面对诸多反常现象，请问美国对此如何解释？是不是有难言之隐？中方支持联合国作为最具权威性和代表性的国际机构，为开展国际调查、保障跨国基础设施安全发挥积极建设性作用，支持安理会就此进行讨论。我们也敦促有关方面就此切实回应国际社会的疑问和关切。国防部长邱国正到立法院备询，因为金门2弹岛失联上兵，目前仍在中国大陆，造成的影响难以评估。会不会变成一个统战，甚至是这个宣传的一个？我跟委员报告，现在大家担忧的，我们国军也担忧就这个，因为他人在他手上，他们要怎么讲，我不能够预定讲他可能会丑化，可能会怎么样，我都不知道，所以我们要严阵以待。有没有必要进行换防？我再怎么样布置，也就在这个0.28平方公里的土地上面，所以我基于这个原因可能小部分的怎么调整，那是他一个地区的一个权责，但我并没有打算要求陆军整个把这个部队换过来，因为毕竟这年代不一样没有必要这样做。好。目前陈姓上兵失联的动机仍在厘清，邱国正强调，国防部还没定论，必须要等到向本人确认。至于外界许多说法，他表示对国军的挞伐都接受，但不要无的放矢。其实我到现在没有定论，不管什么人员，有时候会拿鸡毛当令箭，都叫。那真正拿令箭的人，我们胸有成竹的。目前虽然军机案件有发生，部长不推脱，这的确是我们需要强化的地方，但目前还不至于会影响到我们整体国军的心理，这一方面我绝对有信心。根据现行法律规定，失踪6天就会报请司法机关发布通缉。国防部也证实，相关案件已送到金门地检署审理，15号应该会发布通缉令。新唐人亚太电视黄亮简、郑永如，台湾台北报道。国防部为中心，所以国防部又。首次单飞包括的动作比较多，比较考验我们对飞机边界性能的掌握和对飞机的精准操控能力，同时也能为后来空战中实现我们的战术意图，然后打好一个基础。在未来作战中，更注重武器平台的精准操纵，而女飞行员心细、缜密、敏感的特点，使他们在武器操控、精密设备使用以及地形识别等方面都有着更大的优势。
能更沉着冷静、有条不紊地完成作战任务。